你知道吗？有4个人就有1个人会磨牙，可是有10个磨牙的人却有9个人都不知道。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是要来讨论关于夜间磨牙这件事情，包括它的类型、原因跟症状。你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磨牙呢？还有，小朋友磨牙是正常的吗？Hello, welcome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Dr. Teresa. 现在我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牙医师，欢迎你们回来到我的频道。进入正题之前呢，我有话要说。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没有想到会有1万的订阅数，没有太多批评或者是恶意的留言。不过如果有的话也没关系啦，因为每个人都是要有发泄的地方嘛。那我promise 你，我一定会对你像对我平常病人一样尽心尽力，然后好好的去分享我所有知道的事情，来帮助你有一口健康美丽的牙齿。真的很谢谢你们的支持。Go！ 进入影片正题。Go！ 磨牙总共的类型有分成为3大类。第一类型呢，夜磨牙，就是 nighttime grinding， 在晚上的时候，你的下颚会不自觉的左右这样子摇摆，就像在晚上吃东西一样。这个是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被关注的一个课题，因为大部分的病患呢，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况。第二种就是紧咬型，所谓的 clenching， 就是你的下颚不会左右的晃，你的上颚和下颚会紧紧的咬在一起。这个对很多喜欢健身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困扰，他们在健身的时候都会要使力嘛，所以牙齿就咬得很紧。或者是说情绪紧张的人在白天的时候也是会有咬牙的方式去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不过这个呢，大部分的病患都会有自觉的，也是可以在有意识下，或者是透过一些exercise 来去改善这样子的情况。那第3类呢，就是混合型的了。那为什么咬牙或者是磨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呢？除了晚上会有很大的声音以外，会把老婆吓跑，对你的牙齿上面也非常多的伤害。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牙龈有萎缩的状况，因为你在重击牙齿的时候呢，牙齿它会震动到，所以呢，它对附近的组织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发炎。那还有第2种情况，就是它会造成 abfraction， 牙龈跟牙齿接触的位置，你会看到好像牙齿缺了一个洞。其实这个在以前有一个迷思，很多牙医他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你刷牙太用力。或许1颗2颗牙齿是因为刷牙太用力，可是如果你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不单单只是因为刷牙太用力而造成的。Abfraction 会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当你重力的去敲打你的牙齿的时候，你的牙齿是会稍微的 flex， 就是稍微的抖动，然后呢，它在靠近牙龈的这个部分，它的珐琅质是很薄的，所以它在一直长期在抖动的状况，它在牙龈的这个珐琅质久了以后呢，它就会掉了以后就会成为了那个凹洞，下面的牙本质被暴露出来了。那牙本质呢，它本身相对的敏感，也容易受损，而且也容易蛀牙。第3个对牙齿造成的伤害，就是我们的牙齿表面都被磨平了。磨平了以后，我们会跟着神经越来越近。虽然神经有时候会因为重力的影响而往下萎缩，很多人不会有需要根管治疗跟敏感的问题。可是有一些人，他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的反应往下萎缩的话，那这样子他的神经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刺激，可能很多牙齿都会非常的疼痛，然后因此而需要根管治疗。而且牙齿被磨平最大的伤害就是在你的咬合方面，它久了以后就会不协调。有一个所谓的叫做 canine guidance， 就是我们在下颚移动的时候，其实只有犬齿会去碰到。那当犬齿碰到的时候，我们的后面牙齿是打开的状态。我们为什么犬齿是比较高，然后比较尖的？就是为了要让下颚可以碰着犬齿的状态下，让后面的牙齿打开，左右移动吃东西的时候，才不会去磨损到你后面的牙齿。
我们在严重磨牙的病人都会看到，他不仅全齿被磨平了，他前面的牙齿和后面的牙齿都一样有被磨平的状态。当久了牙齿被磨平了以后，嘴巴的这个高度会变短，你笑的时候你就没有很多的牙齿会露出来，所以美观上面也是有非常大的伤害，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在我的诊所呢，是有在帮病人做这种全口重建的这种大工程，就是要每个牙齿都要装上牙冠，去把被磨掉的牙齿装回来。其实我每次看我的病人被磨到那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都很心疼，而且他们也很难过，然后还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全口重建，要看我看那么多次，我真的很希望在这个视频呢，在观看你们不要到那样子的程度。我们现在如果稍微牙齿磨一点，或者是意识到自己有磨牙的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现在就要预防。那磨牙除了造成牙齿的伤害以外，它对你的颞关节就是 TMJ joint 伤害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对你的周围的肌肉组织都会长期处在发炎的状况。有些人偏头痛，其实磨牙也是因素之一，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好像耳朵痛，还会去看耳鼻喉科，可是其实是因为它的周围的颞关节的组织呢磨损或者是发炎了。看到这边，你们应该已经意识到磨牙的严重性。你们应该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是为什么会磨牙呢？磨牙的原因有很多种，是从非常多的因素而综合造成的。那我就分享一些比较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当你的咬合不均匀的时候，譬如说你可能有一边的牙齿没有了，你都一直用右边的牙齿吃东西，那你大脑就会想要平衡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大脑就会一直想要用左边的东西去咬，或者是说你牙齿的咬合面其实并不是非常均匀的接触着，有些牙齿接触的地方会特别的重，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呢也会想要平衡你的咬合面，它就会想要去把那个比较高的地方把它磨掉。所以我们在做矫正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在帮你好像弄得明星一样漂亮，很重要的就是要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的咬合面。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压力，所以我在疫情这段时间 I'm not even kidding， 好多的人磨牙的状况，咬牙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说到压力，我们就讲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有些人因为有忧郁症，他们会有吃一种抗忧郁的药，就是 SSRI。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其中一个就是会晚上磨牙。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你可能有了呼吸中止症，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时间，你是没有氧气，你是停止呼吸的。这个状况呢，在晚上可能会发生好几次。当我们的下颚往前移的时候，我们的呼吸道会打开，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时候会想要磨牙，就是把下颚往前移，去把呼吸道打开的话，这样子你的大脑才可以有更多的氧气。影片一开头我有说过了，4个人就1个人会磨牙，10个有磨牙的人却有9个人都不知道，所以大部分的你们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大部分还是需要依赖牙医师去帮你诊断牙齿的磨损面，我们可以知道，或者他的口腔清洁很好，可是为什么牙龈萎缩的那么厉害，或者说他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 abfraction 的这种 lesion， 这些都是磨牙跟咬牙的征兆，牙医都是可以帮你看出这些事情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牙医看你的牙齿有所磨损的时候，我们只能告诉你，你在你的这一生中你有磨牙过，所以造成了牙齿这样的伤害。光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是否现在还有在磨牙。如果你现在有磨牙的话，是否有没有变严重，或是有没有缓和？可是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每一个新病人我都会帮他 3D 扫描，每几年呢我就会帮他再重新扫描一次，这样子呢就可以前后去比较，看你有没有牙齿有任何的磨损，还可以算出你牙齿磨损的速度。我真的觉得现在科技真的是造福人类很多，所以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床边人、枕边人，你晚上有没有出这种很大的咔咔咔咔咔咔磨牙的声音？或者是你早上起来有没有觉得好像肌肉有点酸痛，或者很紧，或者有种无力的感觉？或者是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你
的下颚这边，然后呢，用力的咬紧，看一下你的肌肉是不是有很凸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咀嚼肌。除非你平常特别喜欢咬一些非常有嚼劲的东西，如果你平常吃东西就是一般的 diet， 可是你的肌肉就特别的发达，那就表示你有咬牙或者是磨牙的状况。还有，你会不会常常这边头痛呢？或是这边整个颈部都觉得比较紧？现在你对磨牙跟咬牙有一定的认识了，那你可能会有点担心，我小朋友磨牙磨得很严重，那怎么办呢？这是我在诊所非常问到的问题。小朋友磨牙90%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小朋友磨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跟大人不同。因为小朋友他因为他的骨头正在长，磨牙就是其中一种方式，让他的骨骼能够长得比较完全。所以在他换牙的时候，或者小朋友牙齿长出来的时候呢，他的磨牙的状况都会比较明显一点。除非他已经牙齿都已经长完全了，可是他却还是一直在磨牙，那可能那个时候就需要治疗，或者是给他一个磨牙器，一个 night guard 去保护他的牙齿。我刚刚去把我的隐适美牙套给拿掉，发现刚刚都是有好多口红印在我的牙套上面，真是不好意思哦。那影片呢就到了这边，谢谢你们看到现在，希望你们觉得这个影片是有帮助的。那记得要 like、subscribe and share。我下个影片会告诉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减缓或者是预防磨牙跟咬牙这个状况的。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要 subscribe， 那你就不会错过那个影片咯。谢谢你们，那我们下个礼拜，也不是下个礼拜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那小朋友的牙齿，它的神经也是非常有韧性的，那个韧是不是？那个韧性是这个韧性，到底在讲什么？OK。